会有飞云这么好看的小熊啊？银杏儿微笑唇，不管是看正脸还是看侧脸，都是无可挑剔的完美小熊。果然，熊猫界的刘亦菲真的不是白叫的。飞云不仅长得好看，平时她不管干什么也都是温温柔柔的，就连去拿小黄鸭上的窝头也是轻轻的，这优雅的动作，仿佛她是翘着兰花指把窝头取下来的。飞云对待她的阿贝贝更是极尽温柔，她每年假孕的表现好像比其他小熊都更严重些，所以经常可以看到她把她的阿贝贝抱在怀里舔舐，一边舔还一边慈母般的微笑，就连睡觉的时候也要把她抱在怀里，甚至在睡梦中也不忘用手轻轻地拍她的阿贝贝，这模样像极了哄孩子睡觉的母亲，她简直是把她的阿贝贝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。飞云每次上班的时候都会把他们带出来和她一起出外场，有时候她感觉自己叼得不够稳，还会停下来轻轻地做调整，生怕自己的娃掉下来摔着。看得出飞云真的很想做妈妈，她也一定能做一个温柔的好妈妈。但是飞云的亲戚太多了，当年如果能和金虎一起去印尼，那便是她唯一的机会了。飞云现在有4个阿贝贝，有时候饲养员会都给她带出来，飞云怀里抱着一个，还不忘时不时的回头看另外3个，看得出她为了这几个娃也是操碎了心。然而同样的玩具，妙音玩起来的画风就截然不同了。妙姐的阿贝贝不是在天上飞，就是在和她一起练习无敌风火轮，这个米妮的待遇也好不到哪去。妙姐表示只有强者才配做我的孩子，而隔壁的大虎子总爱搞破坏，3两下就把玩偶娃娃给咬烂了，所以他现在基本不配拥有这类的阿贝贝。有了对比之后，就更能凸显出飞云的温柔了，因为飞云真的太美太甜了，大家看到飞云就会秒变夹子音，就连朝夕相处的饲养员也不例外。看一下飞云要是回家了，这么些人在欢迎他。你看，哎呀，飞云在一起呢，来，哎呀，漂亮的，哎呀，这漂亮的这个小胖妞。更重要的是，飞云有的不只是美貌，她的智商也很高。饲养员把笋笋给她放到了滑梯的中间，飞云趴在上面尝试了一下也够不到，于是她便拿起手边的抱枕，精准地扔向滑梯上的笋笋。就这样，笋笋和抱枕一起滑落了。只能说美貌其实是飞云最不值得一提的优点了。虽然莽妞妞平时有点虎，但是她真的好爱她的好大儿莽小五。这天母子俩正在院子里玩耍，突然从远处传来异响，小五第一反应就是迅速爬上树躲避危险，这也是妈妈平时教的好。此时的莽妞妞貌似脑袋有点宕机，还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分辨异响的来源。当莽妞妞也意识到不对时，第一反应就是往室内跑，但她刚跑了2步，就立刻转身掉头冲向小五。此时莽妞妞的内心活动如下：咦，这是什么声？让我好好听听，好像有危险，快跑！不对，我的儿呢？然后快速冲向小五，站起来把他的好大儿薅下来。儿子别怕，妈妈来了，妈妈把你叼回家。结果他都忘了，他的儿子长大了，他已经叼不动了。看到这一幕，真的有种莫名的感动和心酸。1年前小五被妈妈所吼举高高的画面，还仿佛就在眼前。现在的小五莽妞妞已经抱不动了，即便小五已经长成了中午，莽妞妞还是放心不下他。这天正在木架上吃饭的莽妞妞突然听到室内有响声，担心小五会有危险的她立刻起身去室内把小五带了出来。儿子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才放心。小五小时候在室内做体检，莽妞妞在外场听到小五的叫声，特别的焦虑不安，一会扒着门，一会着急的满院子跑来跑去，肉眼可见她的担心。后来小五体检完出来，莽妞妞就抱着她的好大儿亲亲又抱抱。虽然莽妞妞很爱玩，但她还是会想着小五。这天莽妞妞坐在小五的毯子上玩着小五的球，看这背影就像一只熊猫宝宝。然而玩得正开心的莽妞妞突然抬头，像是想到了什么，于是她踢着球走向一边。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莽妞妞竟然是把球送给一边的小五。所以说哪有妈妈不疼孩子的呢？虽然有时候莽妞妞也会抢儿子吃的，玩儿子的玩具，会和儿子打打闹闹，但这一点都不影响他爱儿子。看小五坐在秋千上，莽妞妞给儿子摇秋千的画面，是不是十分的岁月静好？是准备翻门越狱的大熊猫，就是从马来西亚回来的3公主生意真的就是性格超好的社牛体质。她从大马回国1个半月就展出了，也就是说隔离检疫结束没几天，她就和大家见面了。而且这孩子整天都是活力满满的，像是身上装了电动小马达一样。在生意这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适应期。生意在大马的时候也同样爱越狱，当时他小小的一只就练就了缩骨功，经常会从门缝里悄悄地挤回家。奶爸当时也很纳闷，明明把他抱到外场营业了，门也关上了，他怎么就自己回来了？于是奶爸为了一探究竟，就蹲在旁边看着生意越狱。当奶爸看到生意成功的挤过去的那一刻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估计当时都被这个小机灵鬼给气笑了。
后来奶爸担心生意有卡在门缝里的安全隐患，于是就用轮胎把门缝堵上了。但是奶爸还是低估了生意的实力，他竟然踩着轮胎挤过去了，这可把目睹这一切的凤仪妈妈急坏了。自己的孩子竟然在眼皮子底下就这么消失了。后来奶爸又把生意原路退了回来，等生意又长大了一些，他还想像小时候一样从门缝里挤过去，丝毫没意识到他现在的脑袋比3个门缝还要宽。他挤不过去，还生气的在地上翻跟头。生意不只会这一个越狱技能，他还会翻墙。只见生意飞速爬上假山，然后踮着脚扒着围墙向上爬。小家伙靠着强大的臂力还真的爬上去了。正当他马上就要越狱成功之时，却被奶爸发现了，拿来梯子把小家伙推了回去。生意是3姐妹中最调皮的那个，也是让凤仪妈妈最不省心的那个，肤色也不像妈妈和姐姐那样白得发光。回国之后的生意拥有一个大院子，更是完全释放了他活泼的天性，拆家毁树，每天都整活不断，把院子里的小树薅秃了还不罢休，他还要把树枝咬断。不得不佩服这丫头的平衡能力和核心力量，就这样踩着树枝还能退回来。生意的反应能力也很强，当他拆树翻车要从树上掉下来时，他也能及时抓住树枝，然后顺势滑落下来。生意虽然很调皮，但他特别听奶妈的话，只要奶妈一喊他就会立刻下树回家。像生意这样性格活泼可爱的小熊，真的很难不爱他。蒙警官芒小五今天上任了，而且他还是有警号的正经编制，现场牌面给的也很足。金主爸爸也专门搞一辆车来帮小吴警官宣传。不得不说，小五这孩子是真争气。芒女士今天又能跟着儿子吃大餐了。然而这一切好像冥冥之中早有定数。当时小五抓周选的就是编织龙，岂不正是编制的意思？外公把小五抱到了抓周现场，直接就放到了金饭碗边。但小五闻了闻，好像并不感兴趣。他又闻了闻编织龙以及旁边的红苹果，紧接着又闻了闻3馆长的官帽，最后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编织龙。看来我们的小吴警官刚满1岁时就已经有了如此清晰的职业规划。有网友还调侃说，小五很适合做交警，毕竟他眼神劈叉，可以同时盯到2个路口。也有网友说，今天小五警官上任这么大的日子，怎么没有把小五的黑屁股洗一洗？据说外公一大早还真给他洗了。有游客都听到小五在内卷的叫声了，此处已经可以脑补出小五被搓澡搓到哇哇叫的场面了。估计这个青苔染的黑屁屁真的是洗不掉。小五警官今天上任后，可以先查一查芒女士，毕竟前一天这娘俩在自家大院飙车的时候，芒女士竟然作弊超了近道。她突然冒出来的那一刻，都把我们的小五警官吓坏了。果然我们小五警官还是输在了年龄小，心也没有妈妈多，而且芒女士还经常不服从管理，冲撞小五警官。但是小五最多也就只能口头警告一下芒女士，毕竟我们小五警官还是一个没有断奶的奶娃娃。把芒女士逮进去了，她饭都没得吃了。猪这孩子也是无敌了，他竟然又越狱了，而且这次还是踩着妈妈的肩膀跑出去的。只见媚猪先来了个引体向上，然后借助妈妈的肩膀使劲往上爬。经过几轮的努力，媚猪终于再次越狱成功。而她在一边认真干饭的老母亲，甚至都没有回头看她一眼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菊萌萌才回头看了看，还寻思这是谁家的熊孩子，怎么自己在外面玩？这家长可真不合格。吃完瓜后就回过头继续干饭了。当媚猪拱翻小板凳的那一刻，菊萌萌才缓过神来，不对，那是我的崽，原来是自己家的熊孩子偷偷溜出去了。菊萌萌疯狂点头示意媚猪赶紧回来。媚猪这个叛逆小孩还故意走向妈妈，然后再转弯走开，像是在说想让我回去啊，门都没有。更搞笑的是，大梁过来后从角落里抱起媚猪，然后把她又从小卖部的窗口给原路遣返了。这一幕真的看着不要太搞笑。而且现在的媚猪越狱已经达到轻车熟路的程度了，不知道一天到晚她要从这个小窗口爬出去多少次。就算是当着大梁外公的面，她也要往外爬。小小的媚猪就能有如此强大的臂力，把自己挂在窗口上时，就像是一只晾晒的毛绒玩具。估计再过半个月，媚猪的大脑袋就不一定能从小卖部爬出来了。不知道那个时候媚猪会不会很疑惑，之前明明都好好的，今天怎么就突然过不去了呢？而且如今不足5个月的媚猪已经开始学习爬树了，估计长大后又是一个独立自强的大女主形象。媚猪也是超凶的，因为大梁外公总喜欢逗她玩，有时候媚猪也受不了这个粘熊精，所以当大梁靠近她时，媚猪就会扬起手掌要打她。虽然大梁有点欠欠的，但媚猪可以说是大梁的心肝宝贝。他在看媚猪时，眼睛里流露出来的都是宠爱，就像在看自己亲手带大的孩子一样。他会轻轻地叫醒熟睡的媚猪喝水，也会轻轻地摘去媚猪身上的树叶，甚至会用手擦去媚猪下巴上的水。一切的爱意在这些细节中都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大梁也是全网猫粉最羡慕的男人了吧。